为了因应气候变迁、全球性传染疾病的影响，以及全球地缘政治变化的挑战，我在就职满月的时候，特别宣布，总统府将成立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、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以及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。这3个委员会希望能够发挥3大功能，要成为社会参与的平台、社会沟通的桥梁，以及政策效能的引擎。这代表政府有决心，透过多元对话的方式凝聚社会共识，让国人团结一致，来面对攸关全球及台湾未来发展的重大挑战。这3个委员会的组成都是秉持跨领域、跨世代、跨主张的和平原则。今天我们召开第1次会议，也从社会关注的焦点议题开始进行讨论。首先会由环境部报告气候变迁对全球及台湾的影响冲击评估，接着由台电公司曾文生董事长报告台湾电力供需的转型与挑战。在极端气候的冲击下，有越来越多的专家提醒，人类现在所经历的每一年夏天，都会是余生最凉的夏天。我们看到百年大旱与暴雨风灾越来越是夹杂而至。在过去8年民进党执政期间，抗旱和防水灾的应变中心接连甚至同时开设的次数就至少19次之多。上个月底，强台凯米对嘉义、宜兰4个县市带来致灾性降雨，不论是平地或山区的单日累积雨量，都跟2009年莫纳克台风同等级，部分区域甚至超过莫纳克台风。依据农业部的统计，全国农业产物以及民间设施的损失，目前已经超过数十亿元。面对极端气候所造成的极端降雨，或是高温、热浪等灾害，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非常艰巨的挑战。突如其来的天灾像是急性感冒，而全球气候变迁则像是慢性疾病。但无论是急是缓，我们都有责任持续加强台湾因应极端气候风险的调适机制，不断强化国家永续发展的韧性。而我也知道，台湾的供电稳定不仅仅是台湾社会关心的议题，更是国际供应链关切的焦点。这阵子各界对于核能的议题也有很多的讨论。20几年前，我在当立委的时候，跟许多委员、跨党派的委员提案制定了环境基本法。这部法律被称为环境宪法，也是首次将非核家园4个字入法。在第23条条文写道，政府应订定计划，逐步达成非核家园目标。虽然当时是民进党在中央执政，但当时的民进党并不是国会多数。环境基本法能够在朝野共识下完成立法，也证明了非核家园不是民进党的意识形态，永续发展才是朝野不分政党为国家共同打拼的目标。我希望透过这个委员会，能够让大家知道，能源议题绝对不是简单的只是反核或永核的是非题。在国家治理中的每一个决策，势必都是多元的选择题，甚至复杂的多选题，才能够诚实面对问题，务实提出对策，踏实解决问题。所以我也要告诉各位，有不同主张的立场是民主的日常，有多元的意见更是民主最难能可贵之处。我期待藉由这个委员会的讨论，2300万台湾人民都能够体会到，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立场，但我们只有一个台湾。我们可以有不同的主张，但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就是让国家永续发展。我们共同的任务就是多元集思，集思广益，群策群力，为国家永续发展拟定战略，进一步让台湾社会凝聚共识。我要再次感谢大家愿意承担重责大任，
待会也请各位踊跃发言，分享专业和经验，我们一起解决问题，让台湾持续往前迈进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